当我们谈到无托步枪的时候呢 ，AUG、法玛斯、塔沃尔这些名字肯定都历历在目，大家一定不会忘记。但是呢，我相信屏幕前所有小伙伴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都会是我手上的这一把，我们国家的97式步枪，或者是95式步枪。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深度体验一下我手上的这把97式。OK， 那么97式这把枪呢，大家可以看到和95其实长得非常的像，因为呢，它其实就是95式的外贸版。95就用的是5.8毫米的子弹，大家都知道。97式呢就改用了5.56口径的这个子弹，就以此好出口给一些其他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这个弹夹就是和这个北约 M16通用的这种，直弯直的这种弹夹5.56的。就说怎么区分95和97式呢？非常明显的几个地方，首先是95式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弹夹颈的，就是说它是直接就可以插进去，而且95式的这个弹匣呢，它是完全是弯的，整个是弯的，不像这个是直弯直的。所以说很多人都吐槽97式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卡，确实很不好卡。我跟你们说，你们看，然后而且非常反人类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正常打枪的时候是这样子打的，对吧？我们一般是左手换子弹，但是97式或者是95式打的时候，你是这样换子弹的，你从这个地方右手拿下来，然后再换上去。这个就非常的反人类，说实话，这个设计97和95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它97是有一个这个空舱挂机的，就是你打完了之后的话，它的这个 bolt 会到这个地方半挂，然后呢，你上了子弹之后，它往回拉一下，它就会弹回去。在网上这把枪可是人见人黑，大家都吐槽这把枪很垃圾，确实它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好，尤其是像人机功效这方面。其次是这个保险的位置也非常的奇怪，它是在这儿。你看这个地方是保险，而且这个保险的位置是太靠后了一点。AR 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就好了。那么95式的保险你可以看到在哪呢？我摸，我在这儿，我脸在这儿，我保险在这儿。你说这个怎么能舒服？你告诉我。所以说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奇怪。其次就是吐槽最多的一个点就是拓展性非常的差。你们可以看到整个枪啊，上面皮卡丁尼没有。这个地方皮卡丁尼没有，下面皮卡丁尼也没有。当然说了这么多，毕竟还是陪伴了我们国家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所以说，不管大家怎么样吐槽它的这些缺点，这把枪不得不说它的可靠性非常好。因为你像我们解放军，我们这个中国跟欧洲的那些国家不一样。你像欧洲那些国家，它可能不需要考虑到我们东北那边极寒的条件，以及特别靠近南部的时候特别潮湿的环境，这些他们都不用考虑，而且。别忘了，它的造价非常的低，2-3千人民币就可以搞定，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这把枪呢，造价低，性价比高，可靠性强，皮实耐用，关键时候从不掉链子，这就是我们国家的97。现在呢，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现在来赶紧试一下我们手上的97。OK， 兄弟们，那么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97式啊，之前从来没打过的。哇，这97说实话有点不好瞄准，因为它这个瞄准比较高，你知道吧？所以说，但是说实话，整体后坐力真的很小。操 ！OK， 我们现在来压一下这个全自动97，试一下什么感觉啊，兄弟们？还可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贼奇怪，它这个弹夹的这个插口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插弹夹，我们是要按这个地方下来之后，然后我们这样插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压一发全重啊，兄弟们。It's cracked.
好像是卡壳了，我靠，卡壳了。来，直接压完啊，兄弟们，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啊？来。说实话，这个后坐力真的很小，因为它这个像这种无托枪的话，这后坐力比 AR 还要好压。说实话，这个枪真的还不，就是以后坐力这方面，说实话还不错。但是它按弹夹必须要这个地方按，就是这个设计不太那个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是在这个柬埔寨的靶场，然后呢，它主要就是出口给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非洲地区的国家。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柬埔寨打到这把枪，因为柬埔寨。很多的一些军队和警察，他们其实是有采购这把枪的，所以说，有些图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拿9.7这把枪。然后加拿大，你们也知道，加拿大其实也有民用版本的9.7式。那兄弟们，今天打了我们手上这把9.7式啊，不知道这还不能换你们手上的一个3连吗？这可是我打过的第一次打全自动的国产枪啊，兄弟们，全自动的这可是，而且是货真价实的9.7式。所以说呢，今天这期视频，如果你们觉得看得爽，打得爽，一定记得给我点赞3连。下一期你们想看什么，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那么这就是我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汤黑，我们下期见。